给老妈一个人扔海南，偷偷跑回四川，敲门也要给她收拾这个三室一厅下不去脚的房子。不光外面的东西多，柜子、冰箱里面也都是满的。这都是一进门口小厅的东西，不到10平方的地方，扔出去的东西装了17、18个垃圾袋，还加一个大冰箱，装了整整一3轮车。一个厅就留了这些东西，还有一个饭桌、2个柜子加一个冰箱，已经把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这还没扔完呢，小姐妹看评论区说这个冰箱也不应该留了。所以后来这个冰箱也让大姐拿走了，卖了60块钱。她说只要家里的柜子少了，阿姨装东西的几率就会小很多。所以她决定把厅里这个柜子也一起扔出去。本来想直接抬下去，但是楼道太窄，柜子太大，转不过弯来。要想扔下去就得给它拆开。柜子是1/3的螺丝连接的，必须得把那个螺丝扭一下，然后才能拆开。一扭这个螺丝，我就想起来在我家拆上下床的时候，第一天愣是没拆开。怎么扭那个螺丝都下不来，后来也是因为你们提醒，我又去看了教程，然后第2天才把那个上下床给拆开。我还记得第1天没拆开的时候发了个视频，好多人还说我是在吊胃口呢。现在拆这个螺丝对我来说就是轻车熟路了。我拆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，这个板可不可以放到阳台上？我拿过来比划了一下，有3块板正好，感觉还挺好看的，所以我就决定不扔了，把所有的配件都给它拆下来，到时候看看安到阳台上去。阳台的墙面全都掉墙皮了，不好看。我感觉把这个木板安上去还挺好的，像田园风一样。先放着，明天安看，不好看的话再往外扔。我还量了些尺寸，这些板足够了。从这个房子里面扔出去了70、80袋的垃圾，大部分都是阿姨攒了几十年的破烂了。但是这些东西在阿姨的眼里面都是宝贝，留着都有用，但是几十年了她又不用，就算东西坏了她也不扔，就是攒着。这回回来家空了，还不知道回来能不能接受呢。这2天小姐妹在家一顿做思想工作呀。餐厅的桌子上一开始是放了一个风扇、一个台灯，本来小姐妹准备都留着的，你们都说那个台灯留着没啥用，后来她也给扔出去了。现在就剩了一个风扇了，我给它刷干净安起来。看到这个风扇，有没有想到只转圈没有风？原来这个桌面上东西满满的，现在全扔出去了。感没感觉这个桌子有点眼熟？跟网花店阿姨他们家桌子是一样的，就连颜色都是一样的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盖了一个帘儿，这个没盖帘儿。本来厅里的卫生是扔完东西以后就收拾的，我拍的邮件没到货。还有就是好多姐妹建议我这个厅等最后收拾，因为屋里面会陆续的往外拿东西嘛，还会踩脏了，所以这一次我就没收拾，放到最后一起收拾。但是后来这么多天，每一天我都觉得没先收拾卫生是错误的，因为这个地面太脏了，到处都是黏糊糊的东西，特别是厨房门口，踩一脚的话就会带的到处都是。当你其他屋都收拾干净的时候，再走厅再进去的话，很容易就把脏东西带进去。所以说下一次我还是得先把卫生收拾出来。它虽然是还会脏，但是等到最后收尾的时候再拖一遍地就行了。其实我前几天可以先给它擦干净，但是为了视频效果就坚持到最后了。你看看这个地面老脏了，一脚下去再抬起来的时候都会有声音。像这必须得喷点油污酱，直接用湿抹布擦的话你就擦去吧。留下来的凳子我全都给它擦干净了。把这个鞋柜挪开，后边也收拾一下。只要是能挪动的地方还是得挪一挪，要不然后边的脏东西咋收拾它也不干净。地面喷完油污净了，一定记得再用抹布拖2遍，要不然它容易打滑。头几天的视频好多人都说这个家里面这么乱肯定没有人住，确实是已经有2年没住人了，有1年半的时间没有回四川了，一直跟小姐妹在海南生活。听她讲，从18岁以后，这是她跟老妈在一起住的最长的一段时间了。以前可能也就是暑假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回来看一下。自从阿姨生病了以后，小姐妹就一直想到把她给接到海南去，一个是在身边能照顾，再一个就是那边的空气能好一点，就对她的病能好一些吧。小姐妹一直觉得家里的环境不好，看这个墙上都好多地方发霉了。本来我不想刷墙，就想试试用小白膏能不能给它擦干净，就是那种黑的地方可以蹭干净，但是这个黄的是蹭了好几遍也不行，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给它刷一遍吧。一开始就想着把黄色的地方给它整白就行了，买了个小滚刷的，但是不好使。第2天我又买了一个大桶的，我是直接买了1桶外墙漆，1桶内墙漆，想的是把阳台那个地方也给它刷白。
这个墙的后面是卫生间，好多小姐妹都说进卫生间还得经过厨房，应该把这个门改到这里。其实我也觉得改到这里挺好的，但是小姐妹找了设计师问了一下，说这种老房子不建议砸墙，所以后来就没整。但是前两天2楼邻居不是上来吗？他说原来的卫生间门就在那面墙上，是因为他们觉得离餐厅太近了，所以把门特意改到里面去的。而且他们整个楼除了6楼，其他的都改了。我本来只想把里面刷一下，但是感觉颜色差的太多了，一个是黄色，一个是白色，反正漆也有，索性把这个厅都刷了吧。一开始没想干大活，就将就的用那个小刷子吧，我手力够呛，然后刷的还慢。后来直接买了一个大刷子，把这个漆也倒到盆里了，这样刷起来还能快一点，也不累。刷墙还得用大毛刷呀。鞋柜后面也得给它刷一下。这次刷墙我变聪明了，底下全都铺上这个家具保护膜了，这样整完了以后不用收拾地面，基本上全都给盖起来了。这个房子屋里的墙还可以，不算那么黄，还挺白的，就是这个厅感觉特别黄，应该是离厨房近有关系吧。刷墙之前不光地下铺上东西，像那个门边上或者啥的都应该贴上防蚊纸，但是我没贴，我性子急，贴防蚊纸我嫌麻烦。我感觉贴防蚊纸还不如用抹布擦快呢，它只要没干，擦一遍就干净了。一桶漆用完了，就剩了这一点儿。本来房顶这个边我是没敢刷的，我看后来剩了一点也给它刷了一下，这样就剩房顶没刷，看起来还像掉了一个顶一样，不那么难受了。就刷房顶仰这个脖可累了，我就刷这个边都累够呛。这个厅正好是刷了4个多小时。刷完以后，这个屋里面看的亮堂太多了，跟之前一比，立马就不一样了，有点新装修的感觉了哈。但是我这伙计就是敢比划比划这种旧房子吧，这要是新房子我都不敢比划。小姐妹让我把管上这个花拆了，太难看了，买了2根麻绳。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个暖气管呢，后来小姐妹说四川没有暖气，我来这么多天了，我都没注意有没有暖气片。那这是个啥管子？卫生间的下水管呀。用麻绳一包好看多了，用小刷子刷的就不匀乎，再用大刷子找一遍。把这个灯给它擦一下，我真没想到中间这个小白片还能拿下来，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固定的呢，一使劲还闪我一下。本来我想把桌子直接放到厨房门口了，但是小姐妹说还是放到这个位置看着顺眼，我给它拖回来了。涂了保护膜，地面上基本上挺干净的，就比之前我们刷墙干净多了。给地拖一拖，这个厅就彻底完事儿了。其实这个厅一收拾出来挺大的，原来就是东西太多了，没有空白的地面。要不为啥说能藏柜子就藏柜子里，外边东西越少看得越干净。再来看看这个厅的前后对比吧，原来真是除了走道的地方都是东西。明天准备收拾阳台了，把东西都清出去，又简单改造了一下。最后我还挺喜欢的，